好，我们稍微再等一下哈，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伙伴们能够进来直播间。那在等待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自从上次直播之后呢，我又做了哪一些的创作啊？不是很多是那个蜗牛砖和 B 九砖。这一张，大家应该都已经有看到了哈，这就是前几天的呃影片啊。你们都有更换吗？有没有点赞？记得给我点赞哦，或者是要留言。哦，对了，要谢谢好多位朋友哦，就是上次我请大家帮我多留一点言哦，这样子会触发 YouTube 的演算法，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我的创作哦。那谢谢已经留言的朋友，如果你都还没有留言，也麻烦一下，你就算只是给我贴一个表情哈，一个笑脸，这样子我也很开心，也就 OK 的。你不需要讲任何话，不需要打字，就贴个笑脸给我就好了。OK，拜托大家。那这边这一个的话，这个是一个会员课啊，我的会员课里面的一个创作。这一张也是啊，这张是演示的作品哦。这个画的方法呢，其实有一定的技巧哦，学会了以后就可以画出这种交叉的一个创作出来。那下一个影片会是这一个哦，这一个是用蓝色的笔所画的哦。那一样的，就是跟我最初想画的东西都完全是超出我的预期之外哈。最后还就画成这个样子，还行吧。哦，这个会是下一个影片。那再更下一个影片哦，因为我星期一、星期二我会跟高中同学会出去一趟哈，会有2天不在家，所以我就预先就准备了一些东西。那这个是下一个影片，这是下一个，这是下下个。OK，这一张也已经录制完毕了。哦，那我在画这一张的时候还蛮有趣的啊。因为其实比较早期的时候，我在画缠绕画，我很喜欢画这种某一个部分涂黑，然后画这种有那种星空的感觉。可是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画的时候又把这个画法又拿出来。那另外就是这个 ATC 砖哈，ATC 砖的话，我是现在在玩的是拼贴的方法啊，这个是一张，OK。那还有这个也是拼贴的。好，接下来就是B 九砖了哈，那这些就都是放在 YouTube 的 Shorts 里面，这一张应该有伙伴已经有看到的哈，比较经典的图样，还有这个我也很喜欢。那接下来的话，我会有一些嗯，也是一样图样哈，可是你看我就在 B 九砖上面做拼贴了。真的最近拼贴好流行，所以我也是玩的不亦乐乎。好，这边是一张，这样子，先给大家看看。影片都陆陆续续会放上去啊，已经都设定好了。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的茶砖这样子的 B 九砖很可爱，我自己好喜欢。哦，这个也是，OK。那另外再一个是我昨天晚上发疯了一般的在练习，这个是我跟一个法国的缠绕画老师所学的，叫做霓虹缠绕。哦，是不是很 shining，很有趣吧？把它们摆在一起的话，就是看起来，哇，就是很 eye catching 那种感觉。画了好几张。因为是在做实验哦，那位法国的老师，因为我不懂法文哦，然后在他的节目里面，他其实也没有字幕，我就是看他画。那他只有很简单的介绍，就是用了樱花的月光笔，但是其他搭配的工具他并没有讲哦，所以我就自己不停的在试，这里面的这几张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我看看以后吧，这个我得再更深入研究以后再来做课程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它很好玩。
很疗愈哦，画出来这种闪亮的感觉，感觉自己这个童心爆发。OK，这个就是我自从上次直播以来到现在哈，那我所做的一些创作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了哦，现在有27个伙伴在线上，那我们来抽一张卡片。好，哎呦，I am love，这是一个可爱的美眉的眼睛。来，我们来看看它背面说什么。Be the presence of love, that the spirit of love follow through you，就让自己成为爱的表现吧。哦，Let the spirit 让爱的精神，通过我们，这个怎么翻我也不知道。OK，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爱的吧？哦，这个大宇宙里面有很多事情，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看一看哈，就是，好像搜索关键词就是“默默爱着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默默爱着的，你可以搜索到一些相关的讯息，我觉得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你会有一些触动，啊，这是一个经验的分享吧。我们都是被爱的，OK，I am love，我们就是爱。我们要先爱好自己，然后呢，就会被爱。好，那我今天要准备的是一张茶色的方砖哈，大家可以趁现在准备一下哈，我相信大家手边应该也都会有。如果没有茶色的，你用灰色的也可以。可是我们今天要用的是有色的纸砖，因为我今天有一点点想，跟大家来练习 translucence，就是透视技法。透视技法是我认为一个很值得把它学起来的一个技巧啊。那它能够让我们在很轻松简单的方式里面呢，然后做一些视觉上面的一个 trick，就蛮有趣的。所以大家需要准备一支白色的来炭笔啊，这个蛮重要的。还有白色的 Jelly Roll 哈，水样笔。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有1号的笔的话，也可以，或者是其他的比较粗一点的 marker 也都可以。那再来就是基本的零 V 还有铅笔，就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吧，我也不知道。OK，先准备一些这些基本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要在茶砖上面做创作。那这一张不是官方纸砖哈，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纸，其实是无所谓的你有什么样的纸都可以。好，那我们就要来同样的哈，我们因为有稍微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想要创作的一个技巧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App 哈，就 Art Raffle 这一个在做选择的时候，可能尤其是在最后啦，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下。好，来第一个还是暗线哈，暗线来，它是2个三角形，好，大家看一下，可以开始画起来了。好，我们一样哈，先4个角，把这个框连起来。在我们连这个框的时候，我们先想想我们今天要感谢的人事物。那我刚刚说了，我今天要谢谢 YouTube 啊，YouTube 让我有机会能够把我喜欢的缠绕画分享给大家，给更多的人看见，也让我能够跟线上的你们，好，能够在一起画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好，任意画2个三角形，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哈。参考一下它这个 app， 2个三角形，这个是什么 tour， 奇怪的图样。好，这个是一个格子状的图样。好，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画的。
好，我们就来画四格吧，在一个方形里面，我们画了四格。它这边就是先在这种交叉的地方，就是网格交叉的地方，我们先画小正方形哦，然后在这种边边的地方就是画半格。那在角角的地方就是画1/4。好，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在这种方块的这边，就是做连接，画一个叉叉。这样子很简单吧？好，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好，下一步就是在这个中间这边哈，就是画这样子。哦，它其实是中间这边会连起来。它假设它这个我们铅笔画的线条，它全部都是用带针笔直接都已经画好的，所以它中间是有一条黑线的，然后再把它这样子框起来。哦，所以这边就只有一半，这边只有一半。然后横的一样，这样子，这边一半，这边一半。然后再进行这个阴影的处理。那它阴影的处理，我看看啊，它是怎么样？基本上就是一个白色的不涂，然后3个灰阶，就是3种不同的灰色，就这样子而已。好，这个不难。那我们就来把这个图样放到我们的作品里面吧，直接把这一个切成这样子吧。1、2、3、4块。哦，这边还是斜的没有关系，我们等于就是让它做一点变化，所以我会利用这一个田字格歪歪的这个田字格来画这个图样。我们今天这个图样我们的图样要画大一点，因为最后要做透视技法 translucence。好，这个我这用的是 Pentel 的 Point Liner 0.1。那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边框就框起来咯。这个应该可以画得很快，我觉得。你看我们这样子就已经把大部分的面积都已经画下去。好，那来画正方形。我会建议正方形不要太小。然后这边你看到我这个手有虚画过来有没有？我就是希望能够抓到让它这个这一个跟这一个大小是差不多的。哦，这样子它的位置就不会偏得太厉害。好，这边的话，因为它变成一个斜边了嘛，那没关系，我们还是以平行的方式，就让它歪吧。啊，这一个会变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好，我们把这个角落哈，通通都画好以后，就是对角的这个叉叉把它连起来。你看这一个图样就是直线跟弧线的组合，对不对？
算是一个蛮简单的这种图样结构。记得旋转纸砖，找到你最顺手的画法哦。那在这边的话，我就等大家一下哈，你们画好的就在聊天室里面就留个言，让我知道大家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下进行。细节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哈，那就让它先这个样子。好，我们要来抽下一个图样了。它这边一开始是画了一个水滴的形状哈，然后再来从里面就是以线条这种组合。这个图样其实我还蛮常画的啊，就不一定是限定它是一个水滴图样，任何方块、任何区块里面是都可以的，任何形状哈。你如果是圆的也 OK。你可以自己先设定说你要画3条、4条或者是5条，看你的面积大小。如果说你想画细一点的线条数就多一点。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啊这个一般的话，我们就用4条吧，1、2、3、4，画4条平行线，然后再来就是垂直哦，其实也不用太严格的说垂直，好，不过原则是垂直，就这样子。它其实也有很像我们有一种组合的那种木地板，它就是这样子的构造。啊，我这边画的窄了，你看我这个宽窄就没有抓得很稳，其实是无所谓。哦，它就是可以借由这个线条的距离之间来做变化，那可是原则都是一样的，它就是互相垂直，然后4条线，然后直到你把你要画的这个空间里面就把它填满，就这样子。我现在越画越大了，就算你画的不是很直也没关系，你看我这个就歪歪的。像这个我们就说传上画它其实都是这个嘛 I C S O， 这个全部都是这个 I 就是直线，全部都是直线的创作。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就把这个面积就填起来了所以是很容易的，大家自己可以自由选择哈，看你要放在哪里。那今天我们这个都是比较硬的线条，没关系，我就挑一个这个比较大块的吧，这一块直接画到这里，这一块一样的，我先把这个边先把它拉上来，这一条我先不画然后就开始了。那就像刚刚说的，我就用5条线，1、2、3、4、5，对，好，我们可以旋转纸砖，这样在画的时候，我们的手几乎就是同样的动作在做重复而已，就会很轻松。这个图样就蛮符合简单的图样重复画的定义。这边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变化哈，也不能算变化吧，就是他们在组合的中间哈，
会有一个小小的正方形，我们可以把它涂黑。这是很小的细节哦，你不涂也 OK 的。回到第一个图样哦，我要把中间这里做一个圆画，它会有一个像星星一样的哦，那你们可以跟着我做这一个动作。你看我只是稍微做一点点以后呢，这个图样感觉又不一样了，对吧？它的效果就很不一般。还有一个地方，这个正中间，其实也就是一点一点的细节把它加上去。然后边边这边其实同理可证，在这边。Fancy 这个是 Annie Oken 老师的一个图样，我蛮久之前画过。这个图样它的画法从一开始就是先有一些这种折线，然后我们把它给它一个厚度，这样子画起来。好，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其中一边哈，那有一点点像是aura 光环线的一个形式哈，可是这个光环线它是平行的，然后稍微往内缩一点，往内缩的意思是说从这边往里头一点点。好，那我就从这边就是先一样是画出这样子的折线。它的宽窄你可以做调整，可以一样宽，也可以像我现在画的比较窄，或者你想要画宽一点也可以。好，那重点来了，就是它这边的话，也不要跟它画到一样长，就这样子就好。好，这个是一个。那再来下一个步骤，就是在另外一边，你可以选取任何一个位置。好，那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这一个 V 字形这个地方，我就画另外一个。哎，对，它不一定要完全平行，像我现在画这个是有一点歪的，也是可以。好，那这边我选择这里，这样子。那甚至在接下来这个地方，哈，大家可以看到，像这里，它可以画这种小小的，它就是会变成一种很奇怪的堆叠起来的图样。那它为什么会呈现这种立体的感觉？就是靠它后续的阴影，它大量的处理它的阴影这样子。那这个要从实际的创作上面来看那或者是说它在这边的话，甚至它可以加这种立体的线条出来，好，就是画这种立方体的感觉，画立方体。好，这个图样不难画，然后它的重点就是在阴影的表现，哈，蛮考验阴影的。我们既然这边有一条线了，哈，那我们可以顺着，好，我就顺着这一条，然后往上，不要画到底，我就画到这边，这样子吧。所以我是这一条线，好，然后我把这边就 close 起来，这个地方 close 起来啊，然后让这些线条把它补满。这个平行线就出来了。
第二个我就画这里咯。哦，这个就比它短一点，就在里面。那这一头可以怎么画？一样啊，就缩进来一些。我先把这边收掉啊，就是我把它画更长，等于说我把这一个图样把它拓展出去，懂我的意思吗？就把我这边只画一半的，我要把它画完。啊，这样子是不是就无缝衔接，就把它弄上去了？好，那我们继续把这一边把它画满，这里再来一个。我这边要画一个很瘦的，可是它长长的。哦，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变化。然后这个是很细的，然后再来一块。哎，我现在发现哦，我们这边这个正方形跟这个跟这个很合哎，好 match 哦，真的是完全是很棒的组合。我们的图样抽的太好了。这个也是官方图样哈，它叫做 Squid。它这个一开始呢，先画一些圆珠珠，哦，小球球，它等于是做一个开始，然后再来就是一些伸出去的触手。那伸出去的触手，那这个就很随便了，你想要怎么画都可以。它是一个放射性的一个构造，就这样子。那重点在于它们的这个伸出去的触手可以做交叉处理。哦，这个就是从后面画的技巧，比如说像这一个这样子，反正很随意的咯。那在旁边我们还可以再多画一点这个圆珠珠哦，那这个就随意创作，你不加也可以，它就会很像一朵花。那我们在这边哈，因为我这边有一些空的位置，所以我要从这边开始，然后画出去，勇敢的画出去。一开始就是圆珠珠嘛，哈，先来有一个这个区域，我用铅笔先刮一下，大概是这样子，这个范围之内。嗯，好，尽量画大一点，会压到之前的图样也没有关系啊。我们要做一个涂黑的动作，可是呢，这个涂黑是不把它全部涂完，我只是涂里面。像旁边这种啊，我就一样哦，就是只涂里面。啊，它会像是一个圆球一样的。
我是怎么介绍缠绕画？缠绕画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说法嘛，它就叫做头脑的瑜伽。所以我会认为，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释放压力的一个活动。在我们心情感到不太平静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某一些东西来转移我们注意力的。那我们就可以借由缠绕画，我相信现在在画画的在座的各位都是会愿意提笔的哈。那当我们把笔拿出来，然后专注于一笔一画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内心就会感到一股平静的感觉。那我其实蛮常跟我的学生分享的就是3年前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悲伤，巨大巨大的悲伤。那种情绪排山倒海，很难控制。我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能够平静下来，然后稍微不哭。真的，在那一阵子太难受所以缠绕画陪我度过很多情绪低谷的时候然后各种各样的不开心的时候，其实我开心的时候也会画画，因为后来已经成为习惯了。所以我会认为它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平静自己的情绪，然后同时它也能够开启我们的天赋，它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有创造力的因为我也没有受过什么美术的教育，就跟大部分的一样，我就是小学的美术课。可是我可以今天在网上跟大家分享这些艺术的创作缠绕画的创作，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我现在要拿这个粗笔来了Graphic 1，我要很大胆的画一个很大的这种它拉出去的这个触手，尽量大越胖越好你如果不是很确定，可以看看我先画完，你再下手。就这么大，是不是很疯狂？这么大一个，我们前面画的怎么办？没关系呀，因为我们要画透视技法呀。我甚至会想要把它加得更粗一点。关于缠绕图样的名字我通常是记不住的，尤其是中文名字，很多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你要问我中文名字，我可能会我自己也一头雾水。英文名字我还可以去查，可是中文名字我真的是没法度没办法。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大家用一下橡皮擦，把之前的铅笔痕迹稍微擦掉，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在上面我们会画上那个白炭笔你如果底下还有铅笔的那个石墨在的话，你会把它弄得脏脏的，那个就会比较不那么美。我喜欢画面干干净净的这样子。我是觉得橡皮擦也只是一种工具而已有的老师会非常非常强调，很坚持说你完全不能用橡皮擦。我是 OK 的没有对错，他也对，我也对，都对，想用就用呗。
好，那我们要拿这个白炭笔哦，直接在这个里面。我今天我这个是有之前有削过的，所以我找一支这个比较钝钝的，好的，这一支好短了，用力的涂，把里面涂满。我会建议哈，你如果有，我看看，你如果有蓝色的炭笔也可以哦。我的炭笔不见了，蓝色的不找到了，这个蓝色的也可以啊，或者你有任何其他颜色都可以。那我们这边就用最基础的白色的来画，稍微用力一点涂它，让它更就是比较白一些。像我很喜欢听这种笔尖在纸上面摩擦的声音，我知道有的人很怕，就那种沙沙沙的声音，可是我觉得听起来好疗愈哦，好舒服。好，如果画好了以后呢，你可以选择用棉花棒，或者如果你有专用的这个纸擦笔哈，你可以用纸擦笔来，或者用棉花棒都行，两个都可以。我这边刚好有一支，我都是在这个涂白色的哈，所以我就用纸擦笔了，稍微把它抹匀，它就会产生有一些屑屑哈，等一下把它剥掉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要用的是水样笔，白色水样笔，这个是 Jelly Roll 樱花的10号。你可以用任何其他品牌的白色的哈，你用8号的也可以。05的话可能就太细啊，我这边直接用10号。好，我现在要用的是这个水样哈，那我们就沿着我们这个很粗的黑色线条的内侧，我们就把它描一次。在画这个的时候要很有耐心，因为这个水样笔呢，它有时候出水会不太顺。我觉得10号的还算可以的，完全沿着这个粗的黑线条旁边来哦。它还在很潮湿的时候，可能不会很白的感觉，等它干了以后，它就会很白。好，把这3片都描上白色的线条。蓝炭笔也用白水样吗？对，也是用白水样。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用白炭笔画在底下，我们再用白水样画上去的时候，会经常有一些东西会堵在我们的笔头哦，所以你就要旁边准备一个小指头，随时把它清一清哦，不然你会画得很痛苦，就觉得你的笔怎么了，出水很不顺畅。这个 transcending 的画法，在我的 YouTube 会员频道里面也有专门的一课哈，这个也是缠绕基本功之一。我的缠绕基本功好像已经录了29课了。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缠绕有那么多基本的技巧吗？还有很多嘞，我还没录完，还持续在更新之中。像 Santango Project Pack 21啊，他们昨天晚上公布的那个影片里面，其实就有讲到一个，也是一个技巧叫 Tucker。Tucker 这个技法，我也是在会员频道里面也有专门的一课在讲。所以如果说你对于基本的技法有一些搞不太清楚的话，非常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哦。你看这个透视的效果，我们现在要来加阴影，先来加这一个的阴影。这一个的话，我们就当做它是一个球体哈，来当做是一个球体。那我要加阴影的部分是这一部分，像月牙一样的部分啊，这一块，好，所以我现在在画的大概就是月牙的形状，然后用纸擦笔来把它稍微推开一下，再用白炭笔，在剩下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提亮的效果。这样子这一颗黑莓，它就有点立体的效果了哈。其他的部分，我们先来画这个比较简单。这一个的话，就我们这些已经用白色覆盖的地方，就不要再去画阴影了，因为你再去画，它就会变得脏脏的。像这个的就是它交错的地方，它可以有阴影。一样哦，纸擦笔来。这一块，这个底下这个图样，它的阴影就是这样子。好，再用白炭笔，在我们这边有阴影，它的反方向这边用白炭笔。棉花棒擦一下。好，我要用这个带针笔回来哈，再把这个有阴影的这一侧做线条的加粗。其实等于所有的线条几乎都要加粗了，就有阴影的这一侧。就是08号，对，我一样在白色上面哈，再加一条，加上去。就是把这个线条再加强一下，让它更粗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个黑莓上面啊，再加一点高光，就用水样笔点上去就可以。这里可以稍微让它有一点层次哈，因为其实它大部分都被盖住了，所以我们只要有几个没有盖住的地方，把它给它一点灰色，就会很不一样。一个比较深的灰，一个比较浅的灰哈，大家自己掌握。我现在就是这个底下都是比较深的灰，上面浅一点，这个是比较深的。那这些都被遮住了，就不管它了。这一块，给它一个更浅的灰，甚至我只画一半。我石墨只上一半，然后把它往下擦下来，就这样。所以它会有一半是保持它纸砖的原色。画这种画法的时候啊，最后可以拿我们的黑色的笔再把它修一修，因为我们有用了大量的白炭笔，我们可能会让这个黑色的线条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痕迹，我们就可以把它修补一下，这样会感觉更精致、更完整。来，我这边要补一点点阴影，是这一颗黑莓的阴影，就是跟它稍微留一点点的距离，一点点就好。OK，那最后是要签名哈，找个地方签下你的大名，看你喜欢签在哪里都可以。我就签在这里吧，躲在角落里。来，近看哦。其实呢，在这个就是我们画透视技法的这个旁边哈，也可以再上阴影。我个人是比较不想啦，不喜欢，因为它会让整个画面就更暗下去了。我是觉得像现在这样子就可以了，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清爽一点。我不喜欢太沉重的感觉，这种轻轻的就 OK 了。那像这样子的画法是不是很简单又快，然后效果又蛮特别的哈？我相信你们应该都可以很轻松的可以掌握这种技巧这种就是让人家忽然间看到就说哇你怎么办到的？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是不是？很棒吧？这个是缠绕基本功之一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方法，在我的创作里我经常会运用到。我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种技巧。OK，那你画好的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脸书的社团里面欢迎你在上面分享，或者是放在 Instagram。然后同样的要再度请大家帮忙你如果看了我的影片，不管是直播的影片或者是其他的影片，希望你能够点个赞，给我贴一张微笑的表情贴一个 emoji 就可以了，不需要留言任何的 message 我都很希望能够看到，谢谢你们的帮忙，真的好，那就谢谢大家的参与哦。今天我们这一个直播共识会很快的就很顺利的完成了。那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今天能够在11点前顺利结束，谢谢大家。